系。因为我爱你。遇见蓝天不要的世界里，不用痛来把我忘记。这到底谁能说不爱？怎么？酱油来一点，这个盘子洗了没有呀？洗了。
和我妈和的那个馅儿是一个味儿，代表成功了。就不知道咸淡。来吃火锅啊！我今天给媳妇儿包饺子。我今天要给媳妇儿包饺子，和的饺子馅儿呢。好几天，待了好几天了。也不会包，我寻思试试。看我妈是怎么包的，你看粘不上。不行啊，我倒是会包，但我粘不上啊。粘不上，这煮完不得全碎了啊！妈呀，我第一次包饺子。我觉得我也得沾点水，这有水。粘不上。我人生的第一个饺子，自己包的第一个饺子，粘不上。哦，这个好包。刚才手上可能有其他面之类的。我操，天才呀！我是，这个粘不上。我觉得我这个粘不上了。
这水。奇形怪状的饺子。嗨，主播你好，我有一种单亲爸爸，然后在等孩子放学那种感觉。5个了。孩子不用接，孩子自己开车回来。咱家孩子买车了。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咱们是酸菜猪肉馅儿的。就第一个感觉会开，其他的还都可以。这要没捏住，就是成那个一锅粥了，一锅面片儿，打卤面片儿。丑是丑点儿，但是还有那么个意思。我不会，我这是第一次包。我在家没包过，都是看我妈包。但是就觉得说，自己本来也喜欢吃饺子。第二点呢，没包过，应该尝试一下。我就很怕捏不住，很怕它开边儿。包的还挺好，
好不好得下锅了以后才能看见。现在看着还是行的，沾水不行，因为我家没有面粉，沾完水吧，所有的它都捏不上，家里一点别的淀粉都没有。这个是我买的现成的饺子皮，它会粘。反正是这么个意思。饺子这玩意儿就是有好几种包法，我这个就属于东北家常饺子包法，我妈就这么包，但我妈包的稍微，我妈包的就最标准的就是这个，我妈标准的就是这个，但我这包的都不标准，奇形怪状的，都不还得捏一遍。这个它就要开。这个要不要洗啊？那个不用，你帮我叠起来就行，那个没啥用，买完了也不好用。现在活多吗？还好。现在最主要的洗空调了。啊，洗空调。不沾水，我这个底下没有面粉，这个沾完水就都快沾面板上，一点面粉都没有。哦，这个饺子包的好小。失去了多愁善感的我，谁安慰爱哭的我？这样还在上班，没下班呢。还没下班。
这他还不一定爱吃呢。本来说那个他喜欢吃玉米馅儿的，然后没有玉米，没有玉米粒儿，然后我就改了个馅儿，不一定人家爱不爱吃。现在是酸菜猪肉的，这人家要不爱吃的话，他其实吃过酸菜猪肉的，他觉得还行，但是他点的是玉米馅儿的，实在我不知道玉米粒儿怎么取，就是玉米粒儿，你们包玉米粒儿的那个水饺的时候，你们玉米是从玉米上取下来的吗？还是买的现成的？有没有卖现成的？捏住了我。对，我也觉得有卖的，但是我们市场没有卖的。我没有全款送，我就付了个首付14万的一个首付，剩下贷款是他还的。妈给你吃肉，嗨，冻玉米是吧？啊。首先我没有那么多钱，第二点呢，就是我也觉得说，买车这个事儿吧，应该让他自己承担起来。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年纪能有一辆车也算是小成就，因为我在24岁的时候我可没有车。他从弄驾照一直到买车，其实都是我故意的，因为我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早享受嘛。他当时驾照一直不考，然后我就逼他考，还好他一次性就考过了。14万娶个老婆，是的。开面分好难，开面分好难什么意思？仔细捏一捏，万一它站不住。我今天真的是全程第一次，饺子馅儿也是第一次，然后包饺子也是第一次，没想到还算顺利。商战是真实经历吗？商战大部分是吧，也不是，就是那李茂也没死啊，对，李茂没死，我也没得那个肝癌、开硬化啥的。但商战是，就是当时其实不是艾尔斯被举报，是我们深圳的另外一家竞争对手被举报了。然后当时就有人以为是我举报的，因为竞争对手嘛。
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举报的。现实当中我没有司机，我这还就一个酒吧老板。再说了，我的对象都会开车，所以我就没有找司机。唱不了啊，我包饺子我都不能分心的，包饺子很累了，不会包。有的人说那个小茉莉为什么要搞成商战片，没必要之类的。对于你们来讲可能没必要，但对于我来讲的话，因为我做那个，我这爱情片已经做了好几部了。这个小茉莉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个纯恋爱的一个剧，所以我一开始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要搞酒吧的那个类似于宣传片的那种东西。其实我的本意其实就是搞一个这样的片子，告诉大家就是酒吧真实的酒吧行业现状。包括里边狸猫坑王志远，也不是坑王志远，狸猫把王志远酒吧就是给酒吧了，这些都是我现实当中的真实的事儿。然后现在这个王志远的这个原型在我酒吧里边，在我酒吧里上班。我去做你的贴心小蜜，我这酒吧都不打算做了，就因为拍了这部片子，然后就觉得李茂最后的归宿那么差，我就重新再思考我的定义了，就是我的就是方向了。我就觉得哎呀没有必要就天天像李茂一样天天忙得要死。那我现在就有时间，就包饺子呀，然后就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之前可累了，之前我跟李茂没差别，不光工作累，感情也累。那个时候我的天，感情也多。真的好会挑角色。我觉得还好吧。那有的人喜欢深情的，那我是会觉得说，那我们这个片子如果我要选的话，我就是会选反派，反派好玩啊。那你站在什么角度去选的这个角色？我们其实就是为了过瘾嘛。那他可能不想那个尝试新的东西，不一样的，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但是他这个角色也没有多出彩吧，我觉得。什么馅儿那个酸菜猪肉，我们是真的为了过瘾，就是演戏啊怎么样的，其实就是为了过瘾，不是因为角色好与坏。我会觉得这个角色好玩，这个角色有爆发点，那我就会选这个角色。或者说这个角色我特别能懂他，那我选这个角色。就你像王志远这个角色，我是不会选的，因为我觉得哎呀好无聊啊。就是他从头到尾他是一个状态，没有反转。那我演就是不是说这个人物无聊，是我会觉得演起来好无聊，就一成不变。不一样的，每个人出发点不一样。啥？看着像酸菜，是酸菜。但其实我个人就是特别喜欢吃饺子。所以我觉得我
早晚得踏出这一步，因为我爱吃这个饺子。然后外边的饺子还不好吃，我总觉得就是我妈包的饺子我最喜欢吃。现在我就师承我妈妈。咱们东北话叫一盖帘儿，再盖另外一盖帘儿。冰箱太小了，因为这个家小，所以这个冰箱也小。太小。呀，装不上。妈呀，还能包几个呀？馅儿少。那个是40，多少个？差不多够我俩吃。我家小大夫还挺挑食的，他到时候不吃，那我就给他做点别的。狗粮吃饱了，为什么？啊，你说啊。洗啥类型的呀？洗啥类型的？弹着呢，什么洗啥类型？有了。小饺子包，真好。第一次包饺子还挺成功，就不知道这个馅儿怎么样。那种生的馅儿我也没尝。不知道咸不咸。哎呀，我做饭其实很咸，我放盐这一块我就放不好。
咸不咸？咸不咸？咸不咸？为什么会咸啊？大下午你在这，你这骚什么呀你？你大下午的你骚什么？怕它开，只要开边的就白瞎了。上火会咸，你什么你都懂。没有馅儿。6、7、1、2、3、4、3。李白水晚了啊！我进去。
第一次褒奖，对啊，第一次褒奖。你瞅我这样显得我好老。我的妈呀，我这样显得我好老。我觉得我已经有50、60了，这样。这是两边，然后再加上这个发际线这么高，好像50、60了。张美球，女佣人不是那是钟点工，那个我不爱刷碗之类的，就是我特别不爱刷碗，然后就是一般就是家里就是做完饭以后，我都懒得收拾，灶台我也不愿意收拾，然后第二天我就叫那个保洁大姐过来，然后她每周过来一次啊，她每周过来一次，一次就是100块钱。然后前2天我跟那个小大夫吵架，也是其实也是因为就是家里的活儿之类的。我说我没让你干，对吧？我又没让你干，就是我说没那个都有保洁，我说你要不干的话你就不干呗，就这样。so funny 呀呀呀呀！他有的时候洗，有时候不洗，就是他有的时候也是，累啊、忙啊之类的。So funny 呀呀呀！你俩在一起几年？我俩在一起1年就是400多天，现在能有个430-440天，440天差不多，差不多是450天，所以我觉得这一年其实就今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年嘛。我觉得就是在一起1年左右，就是需要大量的磨合时间。可能前1年的时候，大家都在装，都在努力的去迎合对方啊，就是有情绪也在那个收敛，但其实就是到了1年以后啊，大家就不装了，就不装了，不装了，然后就是开始就是在 battle 了，对，那 battle 的时候，其实我就比较痛苦啊。你像我在所有的感情里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比较强势，我在所有的感情里边，其实我都不装啊，不装，所以就是慢慢的我会发现别人在改变，别人在改变的话就觉得挺意外的。所以我所有的感情3个月基本上都结束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接受不了别人的转变。谁赢了？他赢了呀！我觉得我是那种就是绝对的那种，就是越陷越深的那种。对，他赢了，他赢得很彻底嘛。但我其实也不觉得就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还是那个你妈死了，你他妈上我这直播间里喊丧来了啊？那个终不似少年游，你妈是死了吗？你回家看看你家人有没有问题
行吗？跑这贱什么你？我不能骂人，我要骂人，我这直播间里人就蹭蹭往上涨，大家都翘首以盼看我骂人啊！你别让我骂人，这直播间里大家就喜欢看我骂人。骂人有什么呀？因为其实我应该也是就是保留曲目就是骂人，基本上都是他赢，就有的时候我就是你看昨天把我气得心脏病犯了，把我心脏病都气犯了，我就觉得我是喘不过来气了。然后我自己，你知道，这是你能想象吗？一个就是外表40-50岁的一个中年男人被气的，然后在那个床的角落，然后在那块其实自己缩在那儿，然后压着心脏，然后就是气的睡着了，然后因为你压着心脏，他肯定就是难受嘛，他难受，然后我就惊醒了，惊醒以后，然后心脏就特别难受，因为啥气的？因为就是就不能说呀，这不能说呀，为什么你压左右边？因为这是镜像，孩子，直播是镜像，你看到的左边就是右边，然后我就在那块就是压的这个醒了以后就难受了，然后我就把他摇醒了，我就开始弄他。什么动物？是鸭嘴兽啊，是鸭嘴兽。所以我觉得这谈恋爱其实到了1年左右又是一个状态，我也是第一份谈到1年左右的状态，然后我不是发了个视频吗？就是有人说4点多被教育了，最讨厌这种就是我睡觉的时候别人教育我，他都不知道教育是什么意思，对吧？你这有人在那个评论区里就是无脑，就是你越说我越觉得你脑子不好啊！我最讨厌4点多被教育了，你首先你不知道教育是什么意思啊？就有一些人缺心眼儿，你知道吗？就是在评论区里就是秀他那个智商啊！真的，我就觉得，就是评论区里点评越多然后就是就是越能看出一些人他可能没有恋爱，对，他没有恋爱，他不知道教育是什么意思啊。就我们来讲的话，就这个岁数了，就这个岁数了，其实我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啊，就是就一下就都明白了，明白什么？就是要按我之前的话，我其实就是会不合适，我就会选择新的。但是你知道，就是
现阶段的我其实我觉得啊，没有绝对合适的感情嘛，就是但是一定会有那种就是比较合适的感情，但是我又会觉得说，就比较合适的感情也看你怎么相处。就是如果说就是你就是一个就是比较敏感的人，可能任何人跟你在一起都会有矛盾。我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那我如果换了一个下一任，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很美好，中途还是会有问题。我跟小大夫从一开始1年左右，我们都非常美好，不能说1年之后的几个月，然后就碰到不美好了，然后就突然结束了。那我已经跟他这么适合了，然后中间还是会不愉快，那我就觉得说，那再克服一下吧，看看，因为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啊，他们就是可能在一起一段时间以后，问题就接踵而来，但是他们说挺过那一段时间就好了。我其实我也想尝试一下，就是说会不会变好，或者说这个阶段会维持什么阶段，以便于我就是对人生的一个体验，说不定我下一段感情，或者说我下一部剧可能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居然听劝了，不是听劝了，就是我从来也不听劝，我是会，比如说我在生气的时候，我就是会想很多，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之前那么好，现在不好了？那是不是所有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那我会觉得好像大多数都是这样，不可能一直好。那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毫不避讳的跟大家说，其实我现在选择依然很多，就是在等着我的人至少得有，就是我知道的在等着我的人至少还有3、4个，但是我没有选择他们，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还是更喜欢小大夫，你们能懂不？就是其实那3、4个人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优点，但他们综合的那种相处的感觉就是不如小大夫。对，就是不如小大夫。那我能在这么多人当中选小大夫，我觉得也是，就代表我其实就是喜欢这个情绪好稳。其实我选择小大夫不是因为情绪稳，是因为其实我接触的所有的对象基本上情绪都稳。但为什么选小大夫？因为小大夫有趣，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些就是成熟的，或者说稳定的，他们缺少了情趣，就他们没有脾气，或者说没有自己的思想，一味的迁就你。其实那个状态其实不像是谈恋爱，像是就是在追求的那种状态。谈恋爱是什么？就是我个人会觉得谈恋爱是有来有往就是会那种就是会有争吵不博弈，对，就是我会喜欢这种状态下的，就是我觉得太顺着我觉得没啥意思。对，会有那种想要就是在感情里多体验的那种，就那种感觉。对，要不然的话不吵架，他没有个性，在一起无聊我我说实在，其他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都不说话，
他们就知道我脾气比较急，然后什么都迁就，什么都让着，我不太喜欢那种感觉。我就觉得你好像我的员工一样，我不喜欢。所以就是恋爱里边，我为什么愿意跟小孩在一起，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大器晚成就是不要一成不变，我就觉得不要一成不变，就是因为我们回忆起来，这段感情其实越丰富越有看点，那越有回忆的点。你现在如果我回忆起来，比如说我现在其实我现在我跟他在一起，我回忆不起来我俩的点点滴滴，但我觉得我俩一分手的话，什么歌啊剧啊，就因为他的灵感就爆出来的一些作品肯定会很多很多。今天什么？他6点多，他有的时候加班。深圳这种城市啊，他就是没事就加班，他没事就加班。然后，今天不知道几点下班，但是他平时到家都7点多。现实中找灵感，不是为了找灵感而去怎么样，是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你有情绪的时候，你才会有灵感嘛，才会有作品嘛。你让我特别开心的时候，你让我写一首悲情的歌，我不行；欢快的歌我也不行。就是我觉得人要沉下来才能有作品出来。我现在我觉得还蛮俗的一个状态，就是在生活谢谢那个树熊的礼物。陆陆续续下了4、5场雨了。好久没见你的作品了，那是你不想见。一直都有作品。这种话你就别说了。刚出完一部剧，不要问我你不要问我在哪看，好像你想看似的就是直播间里咱们就是别总说这种话一分手就出好作品。是的，其实我们其实是需要感情的刺激。对，我们是需要感情的刺激的。想听歌把直播关了，然后自己去听。今天有一个评论说，我不喜欢百里屠夫，他每天趾高气扬的，然后性格特别急躁。我想说，就是我想对这一类人，就是我想说一句，我不是怼你们就是今天这个就觉得我高傲、趾高气扬，然后脾气暴躁的这个人就是或者说这类人，我想对你们说一句，就是说，我首先我有喜欢的人，你不是我喜欢的人，我没有必要对你好。这个社会是这样的，就是我没有必要把自己美好的一面展示给所有人我也不用去迎合所有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能讨厌我，那说明你喜欢俗的。什么是俗的呢？就是一进直播间欢迎你，大家点点赞
啊，怎么样？你喜欢这种，就是你这种人被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我告诉你，就是正常的关系是什么？社会里其实每个人就是冷漠的，能明白吗？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冷漠的啊，每个人都是冷漠的。如果说他对你嬉皮笑脸，对你非常好友好，那说明他对你是有所图的。如果你这点你不懂的话，随便你，你早晚会吃亏。咱们直播间里有一些小孩呢，就喜欢那种那个我一进来主播就对我好就是就是问候我，就觉得这是这是正常的。现实中谁对你这样不应该互相尊重吗？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装什么？不是，孩子，我首先我说的一点是什么呢？我没有让你尊重我，而且就是我的直播间里，我也可以不尊重你，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我的直播间，谁都可以来，但是我对谁好，我对谁笑，你不能要求我，能明白不？一般是就是不，有的人说你一来直播间里，我就看你在怼人。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都是数字，你们都是文字，都是一个一个的马甲。如果这个人不惹我，我怎么去揪出他？能明白吗？就是你们看到的是我在怼人，你们看不到的是他先来找茬。就像这个人，我为什么要给他解释？叫谢帝的这个人，我为什么要给他解释？因为他在说我装什么，能明白吗？就是你们压根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什么原因，什么由来，上来就觉得说这个人在发脾气，我不喜欢他。那可以，就说明你们这个人，你们这种人的话，你们只觉得说这个人笑劲好的这个人笑劲好的，或者说这个人他那个就是跟你打招呼就是好的，你们永远不知道背后一刀。相反的，就是像我这种人，我因为吃过亏，我因为上过当，我因为被别人伤害过，所以我不会把所有的热情给所有人，我只会把我的热情给我认识的，我熟悉的，他经常来的，我知道他没有对我恶意的。这个能明白吗？所以就是有一些人特别片面的，就会觉得说我一来主播就在怼人。你们要知道，网络世界的戾气是非常非常重的，但是有一些主播呢，他们忍气吞声，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就觉得说我赚这份钱，然后我就忍受这个暴力。我想问一下，我就想问这些主播，你为什么要忍受？因为骂你的人绝对不是给你刷礼物的人，你为什么要忍受呢？如果他不给你刷礼物，你没赚他的钱，为什么你还说你要赚这份钱，你就要忍受这个辛苦？你们能懂这个点吗？如果说他是给你刷礼物的，他骂你了，那我觉得可以啊。就像我拍剧，如果有人觉得我的剧不好，你不可以骂我，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收费观看，我没有获利，这是主要原因。但如果说有的人看了我的剧，我收钱了，你骂我，好，我不敢说话，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对不好，能明白这个观点吗？所以就是一般来我直播间我怼的人都是神经病，那我只能把他骂走，这么简单所以并不存在，就是说并不存在那种说什么我随便找个人我就把他骂出去了，那怎么可能呢？孩子们，你们都是就是隐藏在就是网络角落里的人，我去哪儿揪你们呀？比如说你们现在所有的128个人的 ID， 我现在只能看到5、6个、7、8个的 ID， 因为页面就这么多人。你像这个老袁同学，他在这块打哈哈哈。这个老袁同学就是我来我看我直播看过6、7年、7、8年，不是6、7年，3、4年的一个粉丝。
这个人说话是非常没有脑子的人。我每次看到他一发言，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晦气，但是他依然不取关，他依然不躲开。他有一次，他甚至他退群了，然后舔着脸跟我说什么，说啊不好意思，那个图图那个那个孩子亲戚家的孩子那个不小心点退群了，能不能加回来？你神经病啊！你跟谁在那块就是撒谎呢？对吧？你就像这种人，他总来找茬，或者说他总说一些晦气的话，那我就会怼他，能懂不？啊，要不然的话，就说白了，就是直播间里进来这么多人，你们要知道直播页面是什么？直播页面是压根儿看不到你们的每个人的名字，我们只能看到就几个人的名字，因为它是滚动的。能明白吧？怎么存在那种我没事找人怼啊？所以说就是你们压根都不懂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其实它你看到的东西，说明就是你就是一个，能懂不？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你愿意看到的。说白了就是你太无知啊，就是你太浅了，你对这个社会了解的太浅了啊。如果一个人真的有辨别是非的能力，都会说，哎，他俩为什么吵起来了？我都会在说为什么吵起来。那些没脑子的人上来就说，这个主播火气怎么这么大？他装什么？然后这就是没脑子的人啊。有脑子的会好奇说，他俩为什么吵啊？主播为什么发火啊？我得看看，我也看看那个，哎，他俩闹什么别扭了？能懂不？哎，这是正常人。那些不正常的人就说，哎，这主播看着讨厌，你知道吗？这种傻逼你也不用来我直播间。我告诉你，就这种人你不用来我直播间，因为我的直播间不适合你。就是你早晚会在我的直播间里踩雷，你依然会被我踢出去，或者说让我骂一句踢出去。能明白吗？所以就是有的人讨厌我 OK 可以啊，因为我就是不迎合所有人，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在跟你们掰扯那个理念。如果说你觉得做网络主播必须得被骂，那是错的啊。如果说你觉得做主播被网友骂，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看客骂你的看客基本上是不会给你刷礼物的，刷礼物的基本上都是喜欢你的人啊。刷礼物的基本上都是喜欢你的人，刷礼物的人基本上不会骂你，骂你的都是那种看客，然后天生的就是讨厌到别的直播间里去骂人的人啊，或者说是那种没脑子的人。那这种人你就反骂回去，或者说把他拉黑。我给所有的主播的建议，能明白吗？不要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就是觉得说，哎呀那个我不能去骂啊，我就骂好像就对那个影响不好似的。好，影响不好，那你就受气呗，对吧？你就受气呗。我受不了这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有一些人就欠骂。我骂他不是因为我素质低，我骂他是希望他滚出我的直播间，就这么简单。因为这是我的直播间，你讨厌也好，喜欢也好，看，把嘴闭上，能明白吗？你要是不能遵守，这是我的直播间，你可以去骂别人，看别人，我把你踢出去，能明白吧？所以就是，哎呀，真的，我觉得，就网络上有一些，就真的是脑子不太好的人啊，就是到处评论，然后就是，哎呀，就是那种，就是看客，然后就是，哎，主播在骂人啊，主播素质好低啊，这没什么大不了吧？
啊，人家就随便说了一嘴，主播干嘛发这么大脾气？你呀，你真的你就去居委协会，你去做那个就是那个妇女主任，你就给这家断官司，那家断官司，哎，你就适合做这行，你其他你都不适合，你就是你是民间小包拯，你是地铁那个地铁扇别人狂魔，对，你干这活的你，啊，你多牛逼！就是我觉得有脑子的人都会明白一点，就是他不惹我，我干嘛骂他呢？能懂吗？就是你想想，就这么100多人，他不惹我，我能骂着他？我从这100多人，我怎么能揪出他？我怎么能随机筛选的吗？我就骂到他了。有的人这个思维都没有，你说你活着你干什么你？每次进来都在骂人，所以呢，那你就不要进来了呀。你要不喜欢骂人的话，那个叫火轮的。我就觉得你这种人也挺逗的，每次都进来骂人，然后你还进来，啊，你想表达什么呢？你想被骂是吗？或者说我把你拉黑，让你永远别进来了，啊？你想表达什么？我没有生气，这有什么生气的呢？就有些人，啊，每次人都在骂人，说是啊，我也没有说你不是说在讲事实啊，那你想表达什么呀？你想表达什么？我是把你拉黑，你是想看还是不想看？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你要想看的话，把嘴闭上看；你要不想看的话，我把你拉黑，啊，你还关注我，你想表达什么？我几乎每一天都在直播啊，你每次都能赶上这个时候，啊，好为人师，好为人师，我没有好为人师啊，就问一下你的诉求，啊，没有好为人师啊，别理他们。还有就是说，我会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刷礼物这件事情啊，就是，你可以给喜欢的人刷啊，你可以给喜欢的人刷，但是呢，你不能说因为你喜欢一个人，然后你就疯狂的去刷，啊。疯狂的去刷，感觉进来的时候已经一半了，没听出来咋回事儿。那我从头再吵一遍。我来一个人来惹我，然后你先别走啊，那我从头再给你吵一遍，来，有人惹我吗？没有啊，没有，那你看不了了，好了，可以骂了。不是这个那个171，它不事情的起因不是这个，你可能你进来的也晚了，
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事情的起因是那个，事情的起因是有人在我直播间里管我叫姐姐，有人管我叫姐姐，来，你扮演这个，你扮演这个。重炒一遍来。不是包完饺子了，他说的是行，就这样吧。看客，这个叫看客的，你妈是死了吗？你回家看看去吧，你家里是不是出事儿了？你他妈有病啊，上我这来，对吧？